乌军正在使用解放军常用的战术来攻击俄军，还屡屡得手，这局怎么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从哈尔科夫到红利曼，再到赫尔松，乌克兰军队使用的进攻战术主要就是前行攻击和穿插包围作战。前行攻势就是将己方的军队分成两路或多路，同时在两个方向对敌方发起进攻，迫使对手拉长战线，两面作战。从军事地图上来看，前行攻势就宛如一支巨写的利钳，而穿插包围作战也是解放军惯用的作战战术。穿插战术是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或薄弱部位插入其纵深或后方的一种战斗行动，是进攻作战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乌军最近屡试不爽的进攻行动，总是在利用其兵力优势，在俄罗斯军队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快速地向前推进。由于俄军没有建立起第二道防线，或者是因为兵力不足，难以形成稳固的阵地，乌军的快速推进必然会造成恐慌，而且呢，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俄军的后勤补给线。在红利曼地区，乌军就快速地对俄军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虽然攻坚作战其进展缓慢，但是当俄军发现自己的唯一补给线被切断之后，只好选择快速撤出。而乌军呢，往往会在俄军撤退的过程中发起打击，给俄军的人员和装备造成损失。而在赫尔松一带的战场上，最右侧的防线被快速突破以后，被甩在身后的俄军发现面临被包围的风险，只得快速后撤。其相邻作战部队看到友军撤了，怕自己被甩在包围圈内孤立无援，也只好同时后撤。最终呢，就会出现战场快速崩溃的情况，然后要一直退到下一个预设的防御阵地，继续与乌军展开长时间的对峙和消耗。乌军之所以屡屡得手，主要是利用北约支持下的侦察、情报、战场态势感知和信息战优势，以寻找俄军的防守薄弱点，不跟俄军正面硬碰硬。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对战场态势的掌握能力，发现对手的薄弱环节是前提。俄军之所以打得被动，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缺少战略预备队和机动作战兵力。第三个不足之处就是兵力过少，造成其防御弱点太多。也就是说，俄军的兵力与其占领的面积不相匹配。那么，俄军应如何破解乌军的这种战术呢？其实关键就是三点：第一，要加强战场态势的侦察，尽可能早地判断出乌军的主攻方向，从而做出有针对性的防御部署。第二，在每一个防御方面建立一支战略预备队，随时夹击突入阵地的乌军进攻部队。第三，要给予一线作战的指挥官足够的权限，以尽量避免打呆仗。比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设置一些能够包饺子的陷阱。现在俄军似乎主要是以被动防御为主，甚至连有限的反击作战都打不出来，往往一个阵地被突破，就只好不断地向后退，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被动。俄军与乌军相比，现在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兵力太少，需要争取大量的时间才能补充兵员，估计还要有2个月左右才能够改变战场的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俄军还有一个选择，在相持地区快速地建立起多条防线，提前做好物资和战场的准备工作，从而避免出现大范围撤退的情况。当然，俄军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收缩作战区域，以便能够集中兵力，放弃部分对自己作战非常不利的区域，比如第聂伯河西岸的赫尔松地区，然后呢，集中精力打造顿巴斯和
扎波罗热的防线。从乌军最近的作战部署来看，下一个爆发大战的区域很可能就是扎波罗热。而俄军如果仍然按照现在的打法，又有可能顶不住乌军的进攻，甚至呢会上演第二次马里乌波尔之战。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